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，在很多公司导入 AI 的时候，一个超级重要但又常常被忽略的角色，到底要怎么找到你 AI 蓝图里面那块最关键的拼图呢？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下。诶，这个场景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公司高层对 AI 充满了想象，也买了一堆工具，结果呢，专案好像一直动不起来，要不然就是做出来的东西，跟想象的差很多。其实啊，很多公司都卡在一样的困境里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解决的核心问题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叫做 AI 导入的鸿沟。你想想看哦，一边是美好的愿景，另一边是复杂的技术现实，中间就是一道又深又宽的裂缝。很多很棒的 AI 点子，最后就是这样扑通一声掉进这个鸿沟里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少了一座关键的桥梁。没错，而这座桥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AI 应用规划师。这个角色的存在，就是要确保公司那些商业上的目标啊，可以很顺利的变成一个个能执行、能落地，而且真的能帮公司赚钱、省钱的技术方案。好，那到底什么是终极 AI 应用规划师？你先搞清楚哦，他们不是那种出街的只会操作工具的人，他们更像是策略家。他们的核心工作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三件事：评估、规划还有治理。简单来说，他们就是要确保公司花的每一分钱在 AI 上，都是打在真正的痛点上。这里我们来比较一下，你就会更清楚了。你看左边出街的操作员，他们很厉害，很会用工具，但右边的终极规划师呢，他们想的是怎么规划导入这些工具，怎么管理，怎么治理，来确保这些工具可以发挥最大的策略价值。这完全是从执行层面跳到策略层面的一个大跃进，对吧？OK，那一个合格的规划师，具体来说，他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啊？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的能力。基本上啊，他们的工作可以分成4大块，从最前面的策略评估，到中间的技术方案设计，再来是风险控管，一直到最后确保整个系统可以长期稳定运作的 MLOps。你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周期管理。我们先来看前面2项，在评估与策略这个阶段，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产出像是成本效益分析这种东西。白话文就是要写出让老板看得懂的报告，判断这个 AI 专案到底值不值得投钱。那进到技术方案规划之后呢，他们就要画出具体的技术蓝图，还有那个 POC， 也就是概念验证的计划。确口这些想法不只是空谈，而是有非常清楚的执行路径。接下来这2项，我跟你说，这更是决定一个 AI 专案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。在风险管理这块，他们要确保 AI 不会乱讲话，产生幻觉，或是出现偏见，当然也要符合法规。然后在部署与维运这块，他们要规划好整个 MLOps 的流程，让 AI 模型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东西，而是可以持续被监控、被更新、被优化的一个长期资产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开始想，我的公司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人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到底哪几种类型的公司现在可能正站在一个最需要聘用 AI 应用规划师的十字路口上。如果你的公司符合这3种情况的其中一种，那答案几乎就是对，你需要。第一种，我们叫它有想法但没方法的公司，高层很想做 AI， 但整个团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第二种，像是金融业、零售业，手上一大堆数据，但乱七八糟的，而且法规又特别严格。第3种就是面临转型压力的制造业，非常需要导入 AI 自动化来解决产线的问题。这些场景，规划师一进来，马上就能发挥价值。不过哦，你以为请一个规划师就只是多了一个技术专家吗？不，你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。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变革的催化剂，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你们公司的文化。没错
AI 应用规划师不只是个技术专家，他们是变革的催化剂。他们的工作不只是技术，更会碰到公司的决策流程、风险思维，甚至是跨部门的合作方式，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，他们会要求所有的决策都要有数据来支持，告别那种凭感觉做决定的时代。再来，他们会建立一个负责任的 AI 框架，让公司在拥抱创新的时候，也懂得怎么控制风险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他们会扮演跨部门的翻译官，打破沟通的墙，让技术部门和业务部门终于可以讲同一种语言。好，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角色有多重要了，那下一步就是最实际的问题啦，到底该怎么聘用？尤其是对很多中小企业或是刚开始导入 AI 的公司来说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决定。主要有2条路可以选，一个是传统的全职聘用，好处是稳定，但成本很高；另一个呢，是现在越来越流行的模式，叫做弹性聘用，或者叫共享聘用。这种模式不止成本低，更灵活，而且你想象，这个规划师因为同时服务好几家公司，他会带来跨产业的经验，这个视角是你内部员工很难得到的宝贵资产。我们直接用数字来看，这样最清楚。你看这张图，在台湾的市场，一个有经验的全职规划师，一年的成本大概要160万。但是如果采用弹性聘用的顾问模式，你猜猜看，一年可能只要一半，大概80万左右。这对预算有限的公司来讲，吸引力是不是超级大？没错，就是50%，这数字真的很惊人。它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可以用一半的预算得到同等级甚至更多元的策略指导，而且还能避开长期的人事成本跟风险。那具体的行动方案是什么？我们这边推荐一个以战代训的策略，很实用。第一步，先找一位外部的专家进来，帮你做一个为期3到6个月的导入规划专案。第二步，很重要哦，同时派公司内部有潜力的人跟着他一起做，一起学。最后，等内部团队的能力慢慢长起来了，外部专家就可以转成顾问的角色，偶尔来指导一下就好，这样就能大大减低长期的成本。所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 AI 应用规划师，它就是那座连接你公司 AI 梦想和现实的关键桥梁。没有这座桥，再好的策略都只是纸上谈兵。所以最后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思考。你的公司准备好要开始盖这座通往未来的桥了吗？